你们好，欢迎来到 Lazy Chinese 的播客。今天是我素清和西卡 ，Hello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想要聊一个话题，我们觉得，你们可能想过这个问题，你们知道，在中国大陆，我们用的汉字是比较简单的，在台湾呢，你们用的汉字是比较难的，对吧？对，不一样。是的，那我们用的汉字叫简体字，你们用的汉字叫繁体字，对吧？对，繁体字。好，那你们可能想过，所以我们学习了简体字，那我们可以看得懂繁体字吗？然后台湾人可以看得懂简体字吗？对，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聊这个问题。好的，那西卡，你现在简体字和繁体字你都看得懂吗？对，我都看得懂，两个都可以。好，你会不会觉得看繁体字更容易、更轻松？我觉得一样诶。哦，一对，我样，觉得一样。是的，我觉得我看简体和看繁体是差不多的。可能有时候有一个字，一个简体字，我会停一下，我想，这是什么字？可是因为你可以从句子的意思，然后对词，你可以知道哦是这个字，所以对对我可能对，会突然停一下。可是大部分的时候，我觉得是一样的，没有问题。哇哦，那你觉得别的台湾人和你一样吗？他们也可以看得懂简体字吗？我觉得他们是看得懂的，如果他们需要看简体字，他们没问题。可能看的不是很快，可是看得懂。明白。你觉得你可以看得懂很多简体字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我觉得，我想，因为台湾用的繁体是比较难的，就是有比较多笔画，所以如果你从比较难的东西开始，然后看比较简单的，会比较容易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。有可能，有可能，我也觉得。西卡，你觉得？那我是学习简体字的人，你觉得我看繁体字会不会觉得很难？对，我很好奇。可是我觉得你也一样，可能你看得懂，可是比较难，你会觉得你要想一下。可是如果你看很多很多，你习惯了，你觉得没问题，是吗？对，我以前觉得在中国所有人都可以看得懂简体和繁体，但是最近我发现，可能不是这样的。我在中国的 APP 小红书，我看到有更年轻的人，他们说，他们看繁体觉得有一点点难，然后我说，所以有的人是觉得看繁体是比较难的，但是对我没有很大的问题。对，对。没有很大的问题，但是不是非常容易。对，因为平时我传讯息给素清的时候，我写繁体字，对吗？对，我没有对对对。把它换成简体字。那个很对，简单，就是日常说的东西，我们每一天说的东西，对我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我们发信息的时候都是很短的东西，没有问题。
但是我和你一样，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两个字，我说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我没有见过。对。好，那西卡，你看得懂简体字？你觉得是你需要学习的吗？我觉得不需要诶，因为我不记得我特地就是很特别说好，我现在要学习简体字，没有，我看书，然后我看简体字，对，我不需要坐下来说我要学习简体字，然后我看得懂。是的，我以前也觉得很简单，如果你知道简体字，你就可以看得懂繁体字，或者你知道繁体字，你就可以看得懂简体字。但是我现在想一想，哎，可能我有学习过繁体字。怎么学？有两个，第一个是在中国的学校，我们有那个书法，我们用 OK， 对，毛笔，对，要写。是的。我们写书法的时候呢，我们不写简体字，我们需要写繁体字，因为写繁体字比较多笔画，所以比较漂亮，比较大。这个是第一个。小的时候我写书法，我写繁体字，所以呢，我知道繁体字。然后第二个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我小的时候发现有很多MV，不知道英语是不是说 MV？是音乐的电影吗？视频。对，小的时候我发现，就是可能小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很多钱，可是呢，那个时候台湾更有钱。然后呢，我看了很多台湾来的 MV， 还有香港来的 MV。所有的那个字幕都是繁体字。对对对，歌词对吗？他们会有歌词，唱歌的时候，是的，这个字是繁体的，是吗？对，好的，很有趣。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是学习了，不是说很认真坐下来好写，不是，我没有写过繁体字书法写了一点点，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写过繁体字，如果 MV 的歌词不是繁体字，那我还可以认识吗？我不知道。这个算 CI 吗？对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以前的 CI。然后我想，为什么现在有中国的年轻人说他们不太认识繁体字？是不是因为现在他们看的很多 MV 就是简体字，没有繁体字了？对，因为中国有自己的东西，所以所有的东西是简体字。是的。现在中国大陆也有钱，所以呢，在中国大陆有越来越多的歌手，然后呢，我们也有越来越多的 MV，所以有可能年轻人看中国大陆自己的 MV，所以他们没有很多机会看到繁体字。我不知道，可能。对，所以是你小的时候就看过繁体字。对，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简体字是在学校。学校的老师上课写黑板的时候，他们用简体字。真的？你知道不是全部的字，可是有一些字他们用简体，因为比较快。然后我们学生我们写笔记，我们也写简体字，因为比较快，就是只有几个字。我们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很多简体字。现在我也不会写，我会看，可是我觉得我可能写不出来。可是我第一个知道的简体字是动。
动。对，哦，动哎，我们要写给吗学生看一下，我们给他看一下是哪一个动。我可以等一下哈，所以我写一个简体，然后一个繁体体的动。对，然后我最记得的有2个字，就是动，还有体，身体的体。哦，身体的体繁体字很难，简体字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好有意思啊！我真的很吃惊，就是台湾的老师会写简体字。对，你看，好，这个是你给动，动，运动，对，这是身体的体，我们的身体。对，这个是繁体，很多笔画，对吗？我要写很久。对，西卡，你可不可以告诉学生，就是为什么台湾的那个身体的体有这么多东西？这个每一个部分是什么？对，所以这个是骨头。骨头，我们身体里有硬的那个东西是骨头，对吗？那这个我觉得是它的发音，对不对？可能我也不知道。对，但是如果我教学生简体字也很简单，因为左边是一个人的身体，然后右边是一个本，那身体是最重要的，我就可以跟学生说，身体是最重要的、最基本的。对，是的啊，这个很有趣。对，现在我要看看西卡还记得不记得汉字，因为在中国的小红书，在中国的社交媒体，我们常常说繁体字很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说，台湾人可以写忧郁的乌龟荡秋千吗？每一个字都很难。很难，很多笔画，我的天哪！哎，西卡，所以你忧郁的乌龟荡秋千，你觉得你可以写出来什么字？我可以写乌龟忧我也很难，忧的，对，我可以，OK，忧郁的什么乌龟？我会写。乌很简单，乌龟荡秋千，龟，我试试看，好难哦！好，你试试。素清，这个你会吗？我当然不会。简体字呢？哎，我试试哈，简体字应该没有问题。我现在拿笔，我试一下哈。好的，我要试试看一样的汉字，但是我写简体，然后西卡老师写繁体。好，简体真的很简单。天哪！对，好的，你写好了吗？我写了1、2、3、4、5个字，我确定是对的。然后还有，还有几个我真的我不知道。给我看看，我们给学生看看简体和繁体差多少。好。等等，哎呦，对，这个是简体，真的很简单。好的，对，我最后一个字完全写不出来。哇，你这个秋也不对，秋也不对吗？不是这个吗？不对，秋好像这是简体，我写了简体吗？对，你写的简体。对，这里少一个东西，我完全想不起来是什么。OK， 所以如果你们觉得繁体字很难，没有关系，西卡老师也觉得很难。对，很难。现在大家都打字，对吗？我记得它的形状，它长什么样子，可是大概的样子。对，你叫我写，我想不起来。像这个，我觉得也不太对，好像少了什么。哇，这个真的像一幅画，真的很像你在画乌龟，它的样子。哇，真的很难。对，这个不对，大家不要学，这个不对。你们可以比一比，简体跟繁体差很多很多，对不对？简体真的好简单啊！哇，是的，你们的忧郁这个
这是什么？我的我不知道，我也不记得。厉害厉害，已经很好了。那个乌龟的龟真的好难，好，所以真的，你不记得所有的汉字，这个应该可以让学生感觉好一点。对，他们也不记是的，得，你也不记得。对，好，所以你们可以学习简体，很简单。可是对真的事情，我想到一个问题，因为简体字它没有了很多东西，所以有的对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啊，我们不可以跟学生说，我不可以跟学生解释为什么这个字是这样子？很好的问题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为了告诉学生这个汉字是怎么来的，比如说车，简体的车你看不出来它是一辆车，但是繁体的车看起来就是从上面看有轮子，然后车的身体，然后轮子，所以有的时候呢，我会告诉学生繁体的车是什么样子，然后再给学生看简体的车，所以有的时候我还是需要回到繁体，给学生看一看它本来的样子。对，对对对，因为比如像爱这个字，爱这个字，简体字的爱没有心，对吗？对，对对对，很多人说过，为什么你们的爱没有心？这个很奇怪。对，我觉得这个简体字，不是很有道理，对不对？对，对，所以是的，如果你们想知道这个字的故事，可以看一看繁体字，它长什么样子。是的，是的，对，有的时候我觉得繁体字，更好，因为它真的可以让你知道这个汉字为什么是这个意思，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很难，也可以简单一点。对，是对的，，那西卡，你有没有看过简体字的书？有，我现在常常在看简体字的书。真的吗？对，以前我给你推荐过中文的书，你看的是简体字的吗？对，我看的是简体字，因为我用 Kindle 看书，哦，然后简体字的书比较多，比较容易找到。哦，这样子。但是现在我觉得 Kindle 已经离开中国了，所以其实现在在中国没有办法用 Kindle。好的，好的。然后，因为我的 Kindle 是旧的 Kindle，是很老的 Kindle，现在我不知道，可是我的 Kindle 是没有繁体字的。明白明白，可能他们觉得，中国大陆的人更多，所以他们对去了中国大陆。台湾我不知道有没有去。上一次我听说韩国也是没有 Kindle 的，因为他们觉得韩国人太少了，所以他们没有在那里做 Kindle。好的，好，我很少很少看繁体字的书，我最近在澳大利亚，有的时候我去图书馆，然后呢，图书馆有比较多的中文的书，可能一半是中国大陆的，然后一半是台湾的，哇，也有台湾的。很多很多。然后我大部分的时候看台湾啊，不对，大部分的时候我看中国大陆的，因为我认识中国大陆的作家，然后台湾的作家我认识一些，但是年轻的作家我不太认识，所以呢，我不太看台湾的繁体字的书，因为在中国大陆你可以找到台湾的作家，但是是简体字，对。然后最近我开始看台湾的书，然后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好难，我很不习惯，因为台湾很多书是竖的，对，我觉得很难，对吧？很不习惯，因为你的眼睛
不习惯，所以呢，我一开始看台湾的书，我需要用我的手，对对，然后看多了我就习惯了，没有问题。我差不多看了可能1/3，我习惯了，但是我有一个问题，一个别的问题，我发现，看台湾的这个字，繁体字没有问题，但是我发现你们有一些词我没有听过。因为你们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你们的书里面有的时候会用到一些台语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所以我不会说台语，所以有一些词我没有听过，然后我想，哎，这个东西是什么？有的时候那个写书的人，那个作家，他会告诉你这个意思是什么。对，但是其实我最大的问题不是繁体字，是有一些词真的没有听过。对对，我觉得字繁体简体这个不是问题，可是我们用的词不一样，这个问题比较大。我也觉得，对，有的时候我觉得，因为他想要写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，然后这个特别的地方有比较特别的语言，所以呢，可能他们如果不用这个特别的词，那这个书的味道就是少了很多。所以对我发现，哎，有好多词我真的我猜不到它的意思是什么。啊，好的，那但是大部分他会告诉我是什么，你在看什么书？是很新的一本书茶是女人心。对，这个书说的是台湾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然后在这个地方，他们的灯是红色的。那这个地方的女人就是她们是妓女，她们是通过和男人睡觉来赚钱，是比较特别的一本书。然后我觉得可能那一些女人，她们有可能更常常用台语，她们有可能就是不是台北的人，有可能是更小的地方的人，所以他们常常说台语。那他们在说话的时候，他们也会用台语，所以他们也会直接写台语。对，是的，这样子才有这个地方的味道对，是的，是的。啊。因为上一次你推荐给我的那本书，我觉得也有严正这个，是吗？对对对，严正，他也用了很多当地的词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不记得。哎，你记得什么词？就是你看到的时候，这个是什么？你记得吗？我现在想不起来，可是我记得他们用了很多词，可能是那个地方，或是中国的词。然后我觉得，可是我大概可以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从故事里面我猜，可能我猜错，可是我去猜，可能是这个意思。然后我看起来会觉得很有趣，因为你看，你会觉得自己在这个故事，在这个故事不是台湾的故事，是中国这个地方的故事。对对，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你看的这一本书，它写的是中国四川的一个地方，你知道吗？四川人非常非常喜欢说四川话，他们非常爱他们的语言，他们觉得他们的语言非常特别，非常可爱。好的，对所以他们有很多自己的词，是吗？对对对对对，他们的语言真的很特别。你可能如果你第一次去，你觉得很麻烦，为什么他们不说普通话？为什么所有人都说四川话？但是我今年第2次去四川，我很喜欢他们的语言，很可爱。那你听得懂吗？他们不说普通话。我想一想，应该有的时候可以听得懂。那可能因为你是台湾人，可能你不常常听到就是中国别的地方的词，对不对？对，对，然后
我看台湾的书，我也会觉得因为我不太知道台湾的文化，所以呢，我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什么？是新的东西，没有听过。对，因为我们有时候说话用的词可能是台语，可能是不知道，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个词是怎么来的。对对对，你们的词很我不知道怎么说，有一点像英语，就是你们借了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的词。对对，是的。然后有很多词现在大家会说英语，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大家说英语也不说中文了。如果你说中文，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奇怪。对对对对，说到这个，我们就很想跟大家聊一聊，就是在台湾和中国大陆，有的时候我们的翻译也是很不一样的。对。所以呢，下一个视频我们聊一聊这个翻译的区别有什么不一样。好，你喜欢刚刚的视频吗？如果你喜欢，不要忘了去我们的网站。我们的网站有更多的视频，有各种各样的话题。我们的视频从零基础一直到高级，还有来自很多不同地方的老师。我们还做了各种各样的系列，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人生故事，你可以看到经典的故事，你也可以看到哲学、文化等等等等。在我们的视频下面，你可以看到文本。我们的视频还有 KTV 的功能，我们给你准备了简体字、繁体字、拼音。如果你不知道一个词的意思，你可以非常快速的查询。如果你很喜欢某个视频，你可以下载音频，然后听很多很多遍。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记录你的听力时间。好，希望你快去我们的网站去看更多的视频。